女人刚施舍给流浪汉几美元，就遭到刚刚继承数百万家产富豪的冷嘲热讽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流浪汉只会拿讨来的钱买酒喝，肆无忌惮地烂醉在街头。Someone like that? Pull himself up by his bootstraps if he chooses. I did it. You inherited $1 million from your father. That. 杰斯坚持认为，如果不是懒惰的话，即便是流浪汉也有机会改变现状的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他当即和莉莉打了一个赌约，他现在就装扮成一个流浪者，3个月内他必然能体面的翻身，挣到10万块钱。如果做不到，他就送莉莉一套海滨别墅；如果做到了，莉莉就要把他刚提的保时捷送给杰斯。握手之时，便是赌约生效之时。为了公平公正，杰斯当场把自己的手机和钱包交给莉莉保管。从此刻开始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流浪者。I will be off the streets and driving this Porsche before you even miss me. Sounds like you have a plan. Who has earned enough money for a suit for a job interview? Good luck. 于是杰斯开始了他的翻盘大业，从剪纸壳空瓶子做起，用挣到的钱买了一套擦鞋工具，随后便在人流密集的商业街干起了擦鞋的地摊生意。虽然擦一双鞋仅仅5元钱，但架不住光顾的人多，杰斯很快就挣了不少钱。这时约翰却过来善意提醒他，规劝杰斯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。可杰斯根本没当回事儿，自己靠双手勤劳致富，能有什么灾难？他还以为约翰是眼红他挣钱，可话音刚落，店铺老板就出来找事儿了。My customers away. Just trying to make a living. Yeah, my store's expense. Read the sign. 说着，老板还走过来拿走了他装钱的杯子。杰斯连忙起身想把钱要回来，老板却盛气凌人地告诫他这是必须要交的摊位费。Call the cops. I already called them. Good. Let'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about this. Who do you think they're gonna believe? A hard-working store manager like myself, or some bum?约翰有丰富的流浪生活经验，他深知斗不赢这个老板，不由分说地拉起杰斯就跑走了。The guy took all my money. Yeah, he's bad news. That's what I was trying to warn you about. 杰斯很是恼火，他辛辛苦苦靠双手挣的钱，凭什么就这么轻易地被别人占为己有？纵使百般气愤，杰斯也无可奈何。约翰好心的要帮他找一个地方擦鞋，却被他无情地拒绝了。数百万身家的他，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流浪汉的帮助呢？因为擦鞋生意做不下去了，身无分文的杰斯只能蹲在街边乞讨，但接连数日都没讨到一分钱，饿得饥肠辘辘的他这才意识到，原来从零开始想要翻身竟比登天还难。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就算他是百万富豪又能怎样？不照样束手无策吗？然而2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他离10万元的赌约还差10万元。这天又冷又饿的他想找一个避风的地方，却碰到了一个小天使。Mister, if you're cold, we have a fire. 眼下也没有好的去处，杰斯犹豫之后便跟着小女孩走了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条住满乞丐的巷子。对于这张陌生的面孔，流浪者们没有一个人对杰斯另眼相看。 It's okay. You can come on in. Looks like it's about to rain. 杰斯说他打算去好一点的避难所，女人却告诉他一个冰冷的事实，她说避难所比这里更糟糕。眼看要下雨，杰斯只好暂时钻了进来。 Why do you say that? 那里早已人满为患，连孩子、老人、孕妇他们都无法照顾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，所以根本不会给我们任何帮助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安营的原因。不知是不相信女人的话，还是对她说的情况深感无奈，哑口无言的杰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女人看出他一定是饿了，便拿出了仅有的食物给杰斯，没想到被他一口回绝了。 Sounds like you need it more than we do. 女人的话直击杰斯的要害，他的确饿得饥肠辘辘了，便放下面子接了过去。随后杰斯问起女人的经历，他和女儿为何会沦落至此。女人说她本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运营官，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他们过着人人羡慕的幸福美满生活，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 What happened? 5年前，我丈夫突发重疾，我不得不辞掉工作，在医院陪护他，因为每天都要支付巨额医疗费，只好把房子也卖掉了。在医院住了5年之后，他还是离开了，可我们母女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我试图再去找工作，可5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，我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，只能和女儿流落街头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惊喜也有意外，指不定哪天会怎样呢？女人的话令杰斯五味杂陈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，因为他心中也百感交集。或许任何安慰的话，在这个饱受生活磨难的女人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吧。此时女儿已经睡着了，为了不打扰他们休息，杰斯便起身告辞了。 Thank you for the food. 女人还告诉杰斯，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留下来，大家会帮他搭建一个新帐篷。因为没有去处，杰斯打算今晚就住在这儿。正当几个同伴准备给他搭帐篷时，却传来了求救的声音。原来是刚睡着的小女孩在痛苦地喊叫。已经赶来的约翰诊断她是得了急性阑尾炎。杰斯不明白约翰作为一个流浪汉是怎么断定女孩得的是阑尾炎。约翰说他当了15年的护士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把她送到医院，情况紧急。杰斯立马抱起女孩送往附近的医院，可医生却说他们这是私立医院，他们不会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救治女孩。
因为牵扯到责任问题，医生建议把女孩转到别的医院去。 There's no time for that, and they don't have the money. 听到女孩痛苦的哀嚎声，杰斯当即决定由自己来支付女孩的治疗费，只是他要借用一下医生的手机。医者父母心，医生也不忍看着女孩痛苦。杰斯这才放下了悬着的心。手术之后，小女孩已无大碍，对杰斯的出手相助，女人感激不尽。但杰斯却要感谢他们母子两个。 It goes through what? I never knew it could be this hard to get a second chance. 我从来不知道人生的第二次机会竟会这么难。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不久之后，杰斯开了一家自己的救助站，和他打赌的莉莉特意过来表示祝贺。他没想到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，杰斯竟从一个目空一切的冷漠富豪，转变成了如今心怀大善的好心人。莉莉很是替他高兴，而杰斯还惦记着他们的赌约。现在看来是他输了，他会信守承诺把海滨别墅送给莉莉，但莉莉并不会真的接受别墅。相比别墅，她更愿意看到杰斯能够施以援手，帮助那些身处苦难中的人。他为女孩的妈妈提供了前台的工作，而约翰也来这里做起了护工。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人性光辉，是多少栋别墅都换不来的。为了表示自己前来祝贺的诚意，莉莉自愿捐出100万注入到救助站的账户。她要和杰斯一起帮助这些可爱的人，每一次帮助他人，都是一次灵魂的自我修行。留下万事顺遂，愿世间再无疾苦，只有无尽的幸福和温暖的爱。